1904年农历正月初七，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碧云寺。先把那一年的天下摆出来，那是光绪30年。再过几天，2月8日，日本联合舰队夜袭旅顺口，日俄战争开打，战场就在大清的东北。交战的双方却没有一方是大清。朝廷刚从八国联军的灾难里爬起来，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还在分期支付。南方的革命党已经动过手，北方的新军正在编练。整个帝国人人都感觉到有什么要塌了，只是没有人说得出日期。就在这样的空气里，西山的一座古寺传出了一份文件。碧云寺不是无名小庙，元代创建，明清2代扩修，白石牌楼，金刚宝座塔，是西山一带最讲究的一座古刹，离紫禁城不过几十里，向来是京城士大夫进香避暑会友的去处。选在这里讲坛，等于选在帝国知识圈的客厅里开口。流传的说法是这样开始的：正月初七那一天，碧云寺里设了祭坛，一位姓高的居士名叫高敬涵，主持伏击，击笔悬在沙盘上，起初不动，后来动了，沙面上一个字一个字划出来，越划越长。落款自称是一位隋代的出家人，法号不虚，隋朝亡于618年。换句话说，这位讲坛的高僧隔着13个世纪的时间，对着清朝末年的一群读书人留下了一首长诗。这首诗后来被称为不虚大师预言诗，流传版本一共12节，从清朝的灭亡写起，写到民国开国，写到军阀混战，写到抗战，写到国共，写到两岸分治，一路往下写，写进我们还没有走到的时间。它跟推背图、烧饼歌最大的不同在于刻度，那些老预言一向管一个朝代，动辄跨100年。这首诗12节全部压在同一个世纪里，一节一个转折，密度高得像新闻编年史。也正因为刻度细，它可以被逐条打分数。预言圈流传的对账结果是一个很耸动的数字，12条预言已经实现10条，还没兑现的只剩2条。一条叫世语3分，也就是坊间常说的世界3分，另一条是一位圣人的出场。今天这支影片只做一件事，把这12条摊开，一条一条对着可以查证的史实核对，哪些对得上，对到什么程度，哪些是硬凑，凑得有多勉强。这份对账单的来历，有哪些查得到的记录，又有哪些查不到的破洞，以及最后那2条，如果照着同样的逻辑往下推，下一句轮到谁？看完之后，信或不信，你自己决定，但至少你会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不信的又是什么。先把2件事讲清楚。第一件，伏击是什么？一种降神仪式，2个人扶着一只丁字形的木笔，悬在沙盘上，焚香请神念咒。据说神灵附笔，木笔自己动起来，沙上成字，旁边有人逐字唱出，有人逐字抄录。用台湾人熟悉的话讲，性质接近碟仙，接近鸡同办事，只是输出的形式不是口语，是文字，而且往往是整篇的诗文。这门技艺在中国至少可以追到宋代，明清2代的读书人拿它问功名，问吉凶，问国运。到了清末民初，时局越乱，积坛越旺，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处处有坛，连一些官员与名士都是座上常客。后来30年代的香港还出过另一份轰动华人圈的基文，这是后话，要点只有一个：伏击产出的文字来源无法验证，落款谁都可以写。第2件，这支影片的规矩，预言的说法归预言的说法，可查证的事实归可查证的事实，两边分开讲，不混在一起。凡是讲传说，我们会说流传的说法是；凡是讲史实，我们给日期，给地点，给你自己就能查到的线索，这是我们每一集的底线，这一集也一样。那么不虚大师是谁？一个在正史里不存在，却在预言史上活了100多年的名字。要对账，得先验明正身，先从传说讲起。传说的版本是这样的，他本来不是和尚，是隋朝末年的一员大将。隋炀帝大业年间，3征高丽，民力耗尽，运河两岸恶殍相望，
各地反军风起，天下眼看要塌。这位将军看破了，再打下去，打赢打输都是替一个将亡的朝廷陪葬。于是他把兵符一放，转身南下，进了浙江的天台山，落发出家，法号不虚。天台山是佛教天台宗的祖庭，山里的高僧传说一向不少。这段来历写在基文开头的一首诗里，原文是：夕阴随乱采菩提，误入天台石宝溪。朝饮流霞且止渴，夜餐玉露略充饥。面壁9年垂大道，只谈时代换心仪。欲我辟途途误我，天机难泄谢禅机。逐句看，夕阴随乱采菩提，因为隋末的乱世，走上求佛之路，误入天台石宝溪。修行的地点在天台山，一个误字写出半推半就的宿命感。朝饮流霞，夜餐玉露，仙家的伙食，这是在铺陈他已经不是凡人。面壁9年垂大道，常年苦修得了道。真正的重点在第6句，只谈时代换心仪。弹指之间10个朝代换过去了，从隋之后往下数，唐、五代、宋、元、明、清，加上其间的分裂政权，解读者说刚好可以数出10来个朝代。一位隋代僧人弹指看尽10代兴亡，然后在第11个朝代快要落幕的时刻开口说话，时机选得极准，戏剧性拉到最满。最后2句先把免责声明打好，欲我辟途，途误我，天机难泄谢禅机。想要我指路，指了路反而误了你，天机不能明说，只能泄成禅机，也就是说只能用诗迷。看懂了吗？还没开始预言，退路已经留好了。以上是传说，接下来是可以查证的部分。正史里查无不虚此人，隋书没有这位弃军出家的大将。唐代道宣编的《续高僧传》收录了数百位僧人，也没有这个法号的显赫记载。不虚2个字本身原是道教语汇，指仙人凌空不行。诵经的声调拿来当一位佛门高僧的法号，本来就透着一点拼装的味道。也就是说，这位大师的存在本身目前只活在这份基文的自我介绍里。他自己说他是谁，我们就只知道他说他是谁。这是第一个必须诚实讲的地方，也是接下来每一条对仗都要备着的前提。再看这首诗的流传史，常见的说法是基文得于1904年，起初只在小圈子里传抄，转折点在几年之后。1908年光绪皇帝驾崩，3年后大清真的亡了。回头再读这首诗的人冷汗直流，他好像提前写完了剧本。于是民国初年，这份基文轰动一时，抄本四处流传，被收进各种寓言合集，跟推背图、烧饼歌、马前课摆在同一排，成了报摊与书局里的畅销货。要知道，寓言书在民国是一门生意，改朝换代的年代，人人想偷看天意，出版商也乐得一印再印。之后，这首诗跟着移民与难民的行李，飘到香港，飘到南洋，飘到美国。原寄于1995年的宣化上人，生前在美国讲过这首诗，讲题就叫《中国100年寓言诗》，把12节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这份讲经记录今天还查得到。到了网络时代，全文在中文网络上大量流传，成为华人寓言圈的固定班底。每隔几年，只要台海或国际局势一紧，它就会被重新翻出来一次。在台湾，这条流传链也有自己的支线。几十年来，寓言合集在书摊、庙口的善书架、租书店的角落一直有位置，推背图旁边常常就摆着它。后来搬到网络论坛，再搬到影音平台，载体换了3代，内容一字不改。一首诗能穿过清末、民国、戒严、解严，网络时代一路活到演算法的年代，光是这份生命力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但是版本问题也必须摊开，这一段是全篇最不好听也最重要的部分。第一，最早的刊本到底是哪一年，由哪一家书局印行，书名是什么？公开资料里查不到一个过硬的答案。目前能追到的多半是民国时期寓言合集的转录，以及更晚的引用，一层抄一层，每一层都说自己抄自更早的版本，但那个最早的版本始终没有人拿出实物，对照一下就知道差距。
推背图再怎么真伪难辨，至少各大图书馆收有明清抄本，纸是旧的，墨是旧的，不需大师预言师，目前拿不出同等级的物证。第二，有网络考证者怀疑这首诗是清末民初的人托名随僧所作，借1904年的祭坛出场。更激进的质疑认为，完整的12节版本可能要到1990年代才在网络上拼装定型。换句话说，连1904年这个年份本身都是传说的一部分。第三，字句不稳定，同一个位置，甲板作天地复明，乙版作日月复明，节与节的顺序各版也有出入，有的版本多几句，有的版本少几句。一份真正定稿于1904年的文件不该长成这个样子。这3条先记在这里，等对完账回头要用。还有一个历史的巧合，顺手放在这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灵柩暂错的地点正是西山碧云寺。一放4年，到1929年奉安大典才移灵南京中山陵，寺里至今留着他的衣冠冢，传说中预言了民国诞生的那座庙。21年后停放了民国国父的棺木。历史有时候写剧本比预言还工整。这一条不是预言，是可以查证的事实，你今天去北京香山还看得到。好，现在开始对账，先讲清楚算法，免得含糊。流传版本的全诗连同开场诗共12节。预言圈的惯例是把诗里可以对应史实的内容拆成一条一条的预言条目来计分。我们采用最通行的一种拆法，凑满12条，10条被解读圈判定已经应验，2条悬置。每一条我们先引原文，再摆史实，再讲对应的成色。成色好的照实说好，勉强的照实说勉强，一条一条来。第一条，亲王。原文：云暗暗，雾稠稠，龙归泥土宿猕猴。3岁孩童3载服，月下无主水空流。万里烟波一旦收，云暗雾稠。末世的天色，龙归泥土，真龙天子入土，地质走到头。3岁孩童3载服，对的是溥仪。史实摊开，1908年11月14日傍晚，光绪皇帝崩逝于中南海瀛台，年仅38岁，不到24小时。11月15日下午，掌权将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跟着过世。一天之内，皇帝与太后接连断气，紫禁城的权力瞬间真空。12月2日，溥仪在太和殿登基，虚岁3岁，哭闹不止。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在旁边哄的那一句话被野史记了下来：快完了，快完了。在位3年多，1911年10月武昌枪响，各省接连宣布独立。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他颁布退位诏书，3岁登基，3载而终，2个数字都咬合。最狠的是第4句的拆字，月下无主水空流，拆的是一个清字，清，水字旁加一个清，清字里藏着主与月的形状，把主抽走，剩下月与水，月下无主水空流，清字就散了。万里烟波一旦收，260多年的大清江山，一纸诏书收场，日期、岁数、拆字3样全对得上。这是10条里面成色最漂亮的一条。第2条，民国开国。原文：君作祖，制彬彬，万里长虹破浪征，黄鹤楼中吹玉笛，八方齐唱凯歌吟，旌旗五色换新新。君作祖，此人日后被尊为国父。制彬彬，成语文质彬彬，句子里藏一个文字，对的是孙文。万里长虹破浪征，孙文的革命生涯一大半在船上与海外度过，檀香山创新中会，伦敦蒙难，横滨、河内、南洋一路奔走。起义的经费多半来自海外华侨的捐书，跨洋渡海，正是破浪。黄鹤楼中吹玉笛，黄鹤楼在武昌长江边上最有名的一座楼。1911年10月10日夜里，武昌新军工程营打响起义第一枪，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一夜之间拿下武昌城。消息传开，八方齐唱凯歌吟，2个月内10几个省接连宣布脱离清廷独立。旌旗五色换新，新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定五色旗为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取五族共和之意，人名对，地名对，连旗子的颜色数目都对。这是第2条。第3条，袁世凯，原文前半，即是怀柔，30年变，岂凡人哉？昙花一现。流传的解法把即是怀柔对到袁世凯，有人从字形上拆，说即字叠在衣底上，藏着一个袁字的轮廓；更多人从形式上对，说他对清廷怀柔，对革命党也怀柔，两面手法左右逢源。逼清帝退位的是他，接任大总统的也是他，最后大位就这样落到他手上，岂凡人哉？语带双关，可以是赞叹，也可以是反讽。30年变，有人从他天津小站练兵起算，有人从他早年发迹起算，数到他掌权约30年上下，各版算法不一。这句的成色普通，真正精准的是后4个字。昙花一现。1915年，筹安会发起劝进，各省请愿团排驻队上表，一场民意的戏演足了全套。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1916年1月1日，改元洪宪，但戏台立刻塌了。改元之前，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率先起兵，护国军讨袁，各省接连响应，连他的北洋旧部都按兵不动。3月22日，袁世凯在全国反对声中宣布取消帝制，从改元起算，穿龙袍的日子，一般算法83天。同年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病死，年57岁。一场帝制开得比昙花还短。这是第3条。第4条，军阀割据。同一节的后半，南北东西，龙争虎战，七八数定，山川粗电。袁世凯一死，北洋系当场裂开，皖系段祺瑞，直系冯国璋与后来的吴佩孚，关外的奉系张作霖轮流坐庄北京政府。南边，孙文在广州另立军政府，南北对峙。1920年直皖开战，1922年直奉第1次开战，1924年再打第2次。大小军阀的混战前后打了10几年，地图上的地盘1年3变，南北东西，龙争虎战，8个字就是民国头10几年的白描。至于七八数定，这是全诗解读最乱的一句。有人对到民国7年8年之交的上海南北议和，有人把7与8相加凑出15省，有人干脆把这句往后挪，留给7·7事变加8年抗战。同一句诗，3种算法，每一种都言之凿凿。这句先记着，漏洞段要用它。山川粗电，乱局之后，江山粗粗奠定，一个粗字把统一的成色都写进去了。这是第4条。第5条，北伐与定都南京。原文，干戈起，逐鹿忙，草莽英雄将出山，多少枕戈豪杰士，风云聚会到江南，金陵日月又重光。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10万人出发，一路向北。2年之间，各路军阀或打或降。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金陵就是南京的古名，风云聚会到江南，金陵日月又重光，地点指名道姓。1928年6月4日，战败退回关外的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同年12月29日，他的儿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降下5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全国在名义上归于统一。还有解读者提醒，日加月合起来是一个名字，金陵日月重光，光复之意写在字形里。也有人补一句，明太祖开国定都的正是金陵。这是第5条。走到这里暂停半步，看一眼账面。前5条，清王、开国、洪宪、军阀、北伐，全部落在1904年之后的30年内，条条有日期，有地名，有人名。如果这首诗真的写成于1904年，那么光是前5条，它就已经是华人寓言史上的顶级文本。但别忘了，那个悬案，它是不是真的写成于1904年？带着这个问号继续往下对。第6条，日本侵华。原文，
瀛洲虎，渡海狼，满天红日更昏黄，茫茫神州伤破碎，苍生处处哭爷娘。瀛洲，传说中的东海仙岛，历来被用来代指日本。虎与狼渡海而来。满天红日，日本的国旗就是一轮红日，红日更昏黄，太阳旗铺天盖地，天色反而暗了。1931年918事变，东北先丢。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打。8月13日，淞沪会战。12月13日，南京陷落，国民政府一路西迁，最后以重庆为陪都。此后8年，大半个中国沦为战场，居民死伤以千万计，流离失所的人口数以千万计，苍生处处哭爷娘。这一句不需要任何解读，它是史实的白描。顺带一提，从台湾的角度看，这段时间的台湾人身在日本统治之下，被动员，被指调，站在历史的另一侧。这是我们这座岛自己的复杂位置，先搁在这里。这是第6条。第7条，抗战胜利。同一节的末句，春雷炸响见晴阳。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发出最后通牒。8月6日，广岛。8月9日，长崎。2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00万红军压进满洲。8月15日中午，昭和天皇透过广播宣布接受投降，这是日本平民第一次听见天皇的声音。预言圈的说法，春雷炸响4个字，对的就是原子弹，一响天就晴了，连声响的意象都对得上。诚实讲，春雷也可以只是胜利的比喻，未必非对到原子弹不可。1904年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有核武的概念，二种读法都摆在桌上，但胜利的年份与结局本身确实对上了。对台湾而言，这一声春雷还有另一层意义。同年10月25日，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典礼，台湾结束了半个世纪的日本统治，命运的轨道就在这一年切换，切进了下一条诗句的路线里。这是第7条。第8条，国共内战。晴阳没有停留多久，1945年8月底，毛泽东飞抵重庆谈判，10月10日签下双十协定，白纸黑字写注和平建国。墨迹未干，1946年全面内战还是开打，一打4年，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初，辽沈、徐蚌、平津3场大会战，国军精锐折损殆尽，后方通货膨胀失控，金圆券几个月变成废纸，人心跟着散了。流传版本的中段几节，诗句转向骨肉相争，海雨烽烟，但这一段恰恰是各版本字句出入最大的地方。我们不逐字引用，只讲对仗的逻辑。解读者把龙争虎战之后的这一场残局对到这4年，内战本身是史实，诗句的对应是解读。这条的成色比前面几条松，这一点必须照实讲。这是第8条。第9条，赤色江山与两岸分治。原文红霞蔚，白云蒸，落花流水两无情。四海水中皆赤色，白骨如秋满港陵。湘江玉兔见东升。1949年，这一年的节奏快得像倒带。1月北平易手，4月南京失守，5月上海失守，10月1日，中共在北京宣布建政，国民政府一路南迁，广州、重庆、成都，最后在12月7日决议，政府迁设台北。前后几年间，超过100万的军民渡海来台，故宫的文物、中央银行的黄金也分批渡过了同一道海峡。10月25日，金门古宁头登陆的共军被歼灭在滩头，海峡从此凝固成一条线，两岸分治。从那一年起一直到今天，回到诗句，四海水中皆赤色，赤色政权立起，红旗覆盖大陆，白骨如秋满港陵。之后的30年，土改、反右、大饥荒、文革，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各家研究的估算从数以百万到数以千万计。这句诗，预言圈当成应验的证据，历史学界当成统计的注脚，二种身份他都背得动。落花流水两无情，一边渡海，一边见证，回不去的就再也回不去了。从台湾看，这一条是整首诗离我们最近也最切身的一次应验，我们就住在这一条的后半句里。这是第9条。第10条，强人盖棺，流传版本的后段，
有这样的句子：盖棺定，公最愤。还有一句：百年大事魂如梦。对到的是1976年，中国现代史上最诡异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一座工业城市在几十秒内夷平，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超过24万人。9月9日，毛泽东去世。一年之内，3位见证元老接连离世，外加一场世纪强震，连最不信天意的人那一年也沉默了。然后是清算与定调，四人帮倒台。1981年6月，中共11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官方亲手给出功过的评价，功是功，过是过，白纸黑字，盖棺论定，功与罪摆上秤，连用词都跟诗句同一个节奏。至于湘将玉兔见东升，有人对到之后的改革开放与成平年代，有人对到其他所指，各版各自表述，这半句的成色又松了一格。解读圈把这一条算成第10条应验。10条对完了。从1908年的瀛台到1981年的历史决议，73年的中国近代史被12节师认领了绝大部分。先做一个诚实的小结，这10条成色并不平均，前面几条日期、地名、拆字、颜色咬合得非常紧，紧到让人背脊发凉。青字的拆解，黄鹤楼的地名，五色旗的颜色数目，83天的昙花，这些不是含糊的意象，是可以打分数的细节。越往后越松。内战那一条靠逻辑串接，玉兔东升那半句各自表述，松到需要解读者出力气去扶住它站好。10条应验，严格说是前紧后松的10条。这个由紧到松的梯度，请先记住，等一下要用它问一个要命的问题。现在翻到全诗的结尾，流传版本里唯二还没有对到史实的2条，也就是标题问的那一段，已经对调10条之后，账本上剩下的最后2页。从这里开始，没有任何史实可以核对，因为他写的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或者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我们能做的只有把原文拆开，把历代的读法摊开，然后承认边界，原文逐字读一遍。世语3分，有圣人出，玄色奇观，龙章祈福，天地复明，处置万物，四海讴歌，阴受其福。另一个版本，天地复明，作日月复明，4个字一顿，8句一气呵成，跟前面叙事诗的笔法完全不同，像是换了一种文体，也像是换了一种心情。然后全诗收在最后2句，茫茫天数本难知，唯在苍生感太虚。逐字拆，世语3分，世是世间世界，语是寰宇天下，3分分成3块，坊间把这4个字简称为世界3分。我们的标题也是用这个通行的讲法，字面上它只有一个意思，未来的某个时点，这个世界或者这片天下会列成3个部分。注意，全诗前面写南北东西，写龙争虎战，用的都是2元的对子，两边打来打去，只有到了这里，数字变成3。3分这2个字在中国人的语感里有一个现成的原型，三国，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魏蜀吴3分，天下60年，最后归于一统。所以每一个读到世语3分的华人读者，脑中自动播放的都是那一套剧本。3分是乱的顶点，也是和的前奏，这正是这4个字高明的地方。他借用了一整部三国史当背景音，但是回到字面，一个稳定的3还是一个过渡的3，是3足鼎立还是3分之后再归一，诗没有说。哪3块以什么方式裂开，裂多久，诗一个字都没有说。这4个字的资讯量其实低到不能再低，而它的想象空间也因此大到不能再大。资讯越少，信众越多，这是寓言文类的第一定律。有圣人出，一位圣人登场，注意用词，不是王，不是帝，不是主，是圣人。这是儒家语汇里的最高规格，内圣外王，千年等一回的那种人物。玄色奇观，玄
是黑，带黑色的官，在五行的语汇里，玄色属水，属北方。历代解读者在这个颜色上做过无数文章，有人论方位，有人论德运，有人论服色，每一种都言之成理，每一种都无法验证。龙章祈福，衣服上章铸龙纹，这是帝王的规格，一个圣人的名号配一身帝王的行头，这个组合本身就耐人寻味。天地复明，复是恢复的复，拆字的人在这里又动手了。日加月合成明，跟前面金陵日月又重光遥相呼应，有人读成光明时代的回归，也有人往一个名字上做更多文章。处置万物，他治理万物，四海讴歌，因受其福，四海的人歌颂他，在他的荫蔽之下得福。整段读完，一个轮廓浮出来，乱到极处，天下三分，然后一个穿黑冠龙服的人物出场，收拾残局，开一个制式。至于他从哪一块出来，三分里的哪一分是他的舞台，他以什么方式收拾残局，是刀兵，是谈判，还是教化？原文只字未提，8个字接8个字，一共32个字，撑起了100多年的想象。这是全诗留给后人的最后一块拼图，也是最大的一块空白。最有意思的是收尾那2句，茫茫天数本难知，唯在苍生感太虚。前面用11节的篇幅斩钉截铁，一节一个朝代地断言，到了最后一节突然把话收回来，天数本来就难以知道，一切在于苍生自己感应天心。换句话说，前面说的都算数，但如果不准，那是天数难知，不是我说错，这是全诗最诚实也最聪明的一句。斩钉截铁的部分负责让你信，把话收回的部分负责让他永远不会错。顺带一提，这个收尾的手法不是不虚独有，推背图最后一项写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烧饼歌的流传版本结尾也是点到即止。中国寓言书的最后一页永远留白，留白才有续集，留白才能永远不败。这2条悬案100多年来各路人马轮流认领，而且认领的内容会随时代改版。民国初年的人把圣人读成再造共和的伟人，抗战年代的人把三分读成中日苏的角力，冷战年代的海外华人杂志把三分画成自由阵营、共产阵营与第三世界。到了今天，短影音的留言区里，三分被画成各种当代版本的地图。同一句诗，每个年代交出的答案卷都不一样，而每一份答案卷事后看都只是那个年代的自画像。把几种主要的解读摆在一起比较，很有意思，因为每一种读法暴露的都不是天机，是读的人自己的位置。第一种，宗教家的读法，宣化上人讲这首诗的时候，讲法最收敛，他把百年大事讲成一场如梦的兴亡，不指认圣人是谁，不预告日期，把重点放在劝善，与其坐等圣人降世，不如人人自己修好心，心正了，劫难自然轻。预言在他手上，不是时刻表，是一面照自己的镜子。平心而论，这是历代所有解读里姿态最低，也最难被打脸的一种。第二种，教团的读法，一些带着信仰立场的媒体与团体，常年反复解读这首诗，把圣人往自家信仰的方向解，把世与三分对到自家叙事里的正邪划分，把白骨如秋对到自家的受难史。这种读法有一个固定的特征，圣人永远刚好是自家人，应验的高峰永远刚好落在自家最需要的年代。你不需要评价他们的信仰，只需要看见这个结构。第三种，地缘政治爱好者的读法，世与三分，三大强权，美国一块，中国一块。第三块，冷战时有人填苏联，苏联解体后有人填俄罗斯，欧盟成型后有人填欧洲，这几年也有人填印度，或者干脆填成三大经济圈、三大阵营。这种读法读了几十年，三块的名单换过好几轮，每一轮都言之凿凿。它的特征是，名单永远跟着当周的国际头条走，头条换了，三分就跟注重化。第四种，离我们最近的读法，台湾的网络讨论里，有人把世与三分读小，不是全世界列成三块，是华人世界分成三块，大陆一块，
台湾一块，第三块，有人说香港，有人说海外华人圈，也有人说是还没出现的第三个政治实体。更冷的一种读法是台海若有事，三分，是战后的格局，必须讲明白。这种读法没有任何史料支撑，纯属诗句在当代焦虑上的投影。但它解释了一件事，为什么这首诗在台湾的点阅每逢局势紧张就翻一倍，永远降不下来。我们不是在读一首古诗，我们是在里面找自己的位置。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旁证，圣人出世不是这一首诗的专利，流传版本的推背图里也有一项写着中国而今有圣人。其他几份著名的寓言书，烧饼歌、马前课的流传解读里同样都安排了一位末段登场的救世人物。换句话说，圣人是中国寓言文类的标准配备，像连续剧的固定结局。这个现象有2种解释，信的人说众书同指一事，可见天机一致；不信的人说众书同抄一个套路，可见人心一致。乱世里的人需要一个会来收尾的人。2种解释你自己挑。至于那位玄色奇观的圣人，100多年来被指认过的名单长得可以排队，每一个时代的解读者都把当代看起来最像的人填进去，时代一翻页，名单作废，再填下一个，名单一直换，诗一直没错。这是寓言解读史上最稳定的一个规律，没有例外。把这4种读法并排放好，你会发现一件事，同样32个字，宗教家读出修行，教团读出自己，战略迷读出强权，台湾人读出海峡。诗是同一首，答案却永远长得像提问的人。这不是诗的失败，这恰恰是这一类文本能活过100年的原因。它不提供答案，它提供一面任何人都能照的镜子。讲到这里，该把话说回来了。前面我们顺着寓言圈的逻辑走了一整路，现在换一副眼镜，用查证的逻辑把同一份对账单重新扫一遍。这套12对10的算法漏洞在哪里，也要一条一条讲清楚。不是为了扫兴，是因为一个只敢讲应验不敢讲漏洞的频道跟鸡坛没有2样。第一个漏洞，事后对账，10条应验全部是事情发生之后才被人对出来的。目前没有任何可靠记录显示有人在1911年之前用这首诗点名武昌，有人在1937年之前用它点名日本，有人在1949年之前用它点名台北。寓言的价值在于事前，对账的动作全在事后，这中间的落差就是整个寓言产业的营运空间。模糊的诗句加上已经知道的历史，永远对得上。7、8数定就是标本，同一句能对南北议和，能对7事变，能对数字加总。一句诗能对出3个答案，就等于没有答案。再举一个反向的测试，如果当年武昌起义失败，革命在广州成功，解读者会不会改口说黄鹤楼只是泛指楚地，五色只是泛指缤纷？大概率会。一句怎么样都对的诗，在逻辑上什么都没有说。第2个漏洞，版本不稳。最早刊本查无应记录，天地复明与日月复明2版并存，节序各版有出入，甚至有考证者主张完整版本1990年代才在网络定型。这个问题的杀伤力在于，寓言的成立完全取决于文本早于事件。文本每晚定型1年，审准就少1年。如果全文定型于民国，前4条的审准就是抄历史；如果定型于1949年之后，前9条全是抄历史；如果定型于1990年代，那整份对账从头到尾只是一篇写得很好的历史谜语。这一条质疑到今天无法排除，因为反正一份1904年当年或至少民国初年的原始刊本，没有人拿得出来。寓言圈讲了100年，物证栏还是空的。第3个漏洞，托名。正史查无不虚其人，而托名古人本来就是中国基文与寓言书的惯例。推背图托名唐代的李淳风与袁天罡，烧饼歌托名明代的刘伯温，马前课托名诸葛亮。托得越古，跨越的朝代越多，看起来就越神。一位查无此人的隋代高僧，恰恰是最安全的作者。他不会否认，因为他无处可查；他不会出错，因为他从未存在。清末的基坛文人如果要替一首自己写的诗找一个作者，还有一个漏洞，
藏在标题那个比分里，12条中10条。这个计分方式本身就是解读的产物。诗没有自己编号，是后人把它拆成条目，拆法不同，比分就不同。有人拆成12节对10节，有人只认前面成色高的几条，算出来是12中6，也有人把每一个意象都算1条，能灌到20条中17条。换句话说，10这个分数不是量出来的，是选出来的。选一个最漂亮的比分放上标题，这是流量的逻辑，不是查证的逻辑。我们的标题也用了它，这一点照实招认。第4个漏洞，幸存者偏差。清末民初，伏击风行全国，大小鸡坛每天都在产出鸡文，总量成千上万。预言错了的当场就被遗忘，预言模糊的被遗忘的慢一点，只有那些事后看起来像是对了的被抄写，被刊印，被一代一代转贴到今天。能流到你面前的本来就是被时间筛选过的极少数。你看到的不是预言的命中率，是预言的幸存率，这2个率差了几个数量级。最后还有那个请你记住的梯度，现在用它问那个要命的问题。前面的条目精准，后面的条目发虚。亲王的拆字准到1个字，五色旗准到颜色数目，可是到了内战只剩意象，到了玉兔只剩各自表述。请问一位真正看得见未来的隋代高僧，为什么看1912年是高画质，看1949年就开始起雾？时间对他来说不该有远近，除非执笔的不是看见未来的眼睛，而是站在某个时间点上的人，离他近的写的细，离他远的靠猜。如果这首诗真的是1904年落笔，不论执笔的是人还是鸡，这个由清晰到模糊的分布跟人类写作能力的极限完全重合。这不是天机的形状，这是文章的形状。但是公道话也要说完，以上所有质疑全部卡在同一个地方。最早刊本的确切年代查不死，怀疑者拿不出他晚出的铁证，相信者也拿不出他早出的铁证。如果哪一天有人在某个图书馆的民国初年旧书堆里翻出一册印住这首诗全文的刊本，出版年份白纸黑字早于1912年，那么第1条的成色就瞬间封顶，这首诗的地位也要整个改写。反过来，如果永远翻不出来，怀疑就永远有效，查不死就翻不了案，也定不了罪，它就这样悬在那里，一如诗里自己写的天机难泄，泄禅机。所以回到标题的那个问题，12条对调10条，这是预言圈的算法，对出几条成色几何。刚刚这一路你已经亲手验过一遍，前段紧得发凉，拆字准到1个清字，颜色准到5色旗，后段松得需要人扶，来历悬而未决，物证栏空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份神准的天书，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篇清末文人写给乱世的挽歌。2种读法，手上的证据都不够把对方打死。剩下的2条是与3分，圣人出世，没有日期，没有名单，只有8个字接8个字，挂在整份对账单的最下方，像2张还没开奖的彩券。往回看，已应验的10条有一个共同点，全部是事后才被看懂的。1908年冬天，站在紫禁城外看热闹的人，不知道自己活在第1条里。1937年夏天，在卢沟桥边听见枪声的人，不知道自己活在第6条里。1949年冬天，挤在基隆港码头上岸的人，也不知道自己一脚踩进了第9条的后半句。每一条诗都是走过去之后回头看才浮出字来。预言从来不在事前照亮谁，他只在事后替走过的人补一行注脚。如果，只是如果，这套对仗的逻辑继续往下走，那么第11条被看懂的那一天同样会是事后。换句话说，此刻的我们有没有可能正站在某一句诗的中间，浑然不觉？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这正是它让人睡不着的原因。是与3分，哪3分？是3大强权的世界，是3分的华人天下，还是一个我们现在都还想象不到的列法？前10条教会我们的唯一一件事是，诗句浮出答案的方式永远出乎当时所有解读者的预料。从台北往外看，每一个候选答案都跟这座岛有关。3分的每一种画法，这座岛
都在线上。而那位玄色奇观、龙章祈福的圣人100多年了，名单还开着。每个时代都有人自认或被认，每个时代都落空。1904年正月，西山碧云寺，那支基笔在沙盘上留下的，也许从来不是答案，是一面镜子。每个时代的人凑上去看，都会在里面看见自己最怕和最盼的那个影子。12条对调10条之后，镜子还剩最后一格空白，下一句轮到谁？诗不会说，时间会。